为了让夫君安心做官，我选择了留在乡下老宅，照顾病重的婆母。娘，你都装病10余年了，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唉，那能咋办？晨儿心里只有她那个义妹，俩人背着家里把亲都结了，如今儿女都不小了，要是不拖着妍儿，让她闹去京城，晨儿那尚书的位置还能坐得稳吗？也是，罢了，继续瞒着吧。妍儿，等我高中，定让你做官太太。原来他不是没出息，相反，他早已做了户部尚书。他也不是舍不得碰我，而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枕边人。威廉，你现在还愿意娶我吗？妍姑娘，我保证会对你好的，但请你给我1个月，我今夜就要出征。这次我定立个大功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我从不求风光，只求安稳，保护好自己，平安归来就是。娘，这么晚了，你该早点休息。妍儿，我回来了。夫君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做几个小菜。怎么了？1年没见都不想我？还是说在生我的气呢？夫君去陪娘多说话吧，我做好饭叫你。妍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可是听到了些什么风言风语？穷乡僻壤，1年难得见几个外人，能听到什么？夫君莫要多虑。妍儿，这次回来我是想接你们进京的，只是我有个难处，需提前跟你说说。10多年了，他终于是熬不住了。你就是江洛言吧？我叫周云英，是萧晨的义妹，也是他的妻子。这是我和萧郎的一双儿女，快叫江姨娘。妍儿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年我进京赶考，遇到了山匪劫财，要不是英英相救，我恐怕就没命了。我原本只是想认她做义妹，只是后来才知她也是孤儿，无处可去，我才想给她一个家。说到底也是为了报恩。你若是心里难受，打我骂我都行，只要将来到了京城，你们能好好相处就是。进京是好事，没什么难受的。娘这么多年身子一直不见好，说不准去了京城就能痊愈了。真的？妍儿，你这是不怪我了。妍儿，那你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后日启程，还能赶回京城过除夕。娘的东西不多，收拾起来很快。我再把路上要吃的药包好，你们后日一早便可以出发。妍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夫君，咱们这一去大概不会再回来了，我得把田地和宅子处理了，不然空室着也得给官府纳税，不划算。夫君先带大家回京过节，等安顿好这边，开了春我就去跟你们团聚。妍儿，如今我已是户部尚书，不缺银钱，大不了就把田宅送给穷苦人得了，省得你费心费力。总归是我一手一脚挣的，我舍不得。夫君放心吧，我处置好便去找你，绝不耽搁。夫君，别心软，御史台可盯着你呢。要是留他在这里，御史台查过来，他说漏了嘴，你这官还做不做了？我不傻，彻底看透，原来他并非良心发现，而是有人察觉了。他曾有个糟糠之妻，当今皇帝专情，最痛恨抛妻弃子。他要戴稳乌纱帽，最重要的就是哄好我，不让我乱说话。我嫁给他13年，全家靠我一个人撑着，供他念书，给他哥哥娶媳妇，本以为能换来一生坚定不渝，却终究是自古薄情是书生。夫君原是担心这个，我可以写个保证书，
无论谁问，我都咬死说是萧家的养女，是夫君的妹妹，可好？妍儿，你当真愿意为了我这般委屈自己？为了夫君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但以防万一，夫君得立刻毁掉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婚书，你我的婚书。妍儿，你曾说过，我们的婚书是你最珍贵的东西。这些年，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若是连唯一真实的东西都毁了，该有多难过啊！要不，婚书还是先留着吧。妍儿，这次瞒着你是我不好，但你要相信我，我将来定会对你好的。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准备最好的聘礼，重新娶你一回。荒唐！妍儿，是娘不好，娘瞒了你那么久，你一定很恨娘吧？娘，我知道你也是太爱儿子了，妍儿不怪你。虽说你的重病是装的，但你的身体确实小病小痛不断，等去了京城，也得好好听大夫的话。妍儿啊，你怎么那么善良呢？离了你，还有谁会对娘这么好啊？你放心，将来不管晨儿待你怎样，娘都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绝不让人欺负了你。娘，没关系，萧晨娶谁，谁便是你的半个女儿，你不必觉得亏欠于我。江娘子，萧郎说的话你不必当真，我其实并没有救过他，所以他说什么风风光光迎娶你都是假的，等你去了京城也只是做妾。哦对了，还有婆母，说什么把你当成亲生女儿，你信吗？你觉得跟他的亲儿子亲孙儿比起来，你赢得了吗？你告诉我这些，是想要我识趣点离开对吗？萧郎确实重情，你为萧家付出那么多，若是真让你离开，他定会怪我，也会自毁一辈子，我不忍心。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到了京城好好做妾，别肖想更多的名分，更别肖想子嗣。萧郎答应过我，这一生只会跟我生孩子，所以他才从不碰你。若是到时候你动了什么歪心思，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但若你安安分分，那吃穿用度绝不会苛待你一分。好。妍儿，这是娘给你的，你好好收着。这簪子是婆母的传家宝，村里人都知道是留给萧家儿媳妇的。若是我还留着，真让人查起来，倒是更加说不清。还是给周妹妹放心些。娘，妍姐姐说的是，等将来重聚，我再还给她就是了。妍儿，你放心，娘给你的东西只会属于你，在娘心里，唯有你是我萧家的儿媳妇。等你来了京城，娘定给你要回来。养兄，这香囊是我祖母临终前给我绣的，是她唯一留下的遗物，你能还给我吗？妍儿，你这突然改口，我怪不习惯的。没人的时候，你还是唤我夫君吧。该谨慎些的，可不能让人拿了把柄。罢了，等我重新娶了你，再改过来吧。这个香囊还是我留着吧，毕竟也是你的心意，是咱俩的定情信物。兄长，马上就是除夕了，我一个人也怪孤独的，留着香囊也是想有个念想。你若是喜欢，等我到了京城再给你如何？乖乖在家等我，开了春我亲自来接你。到时候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跟你坦白。好。我要在萧晨来接我之前，把自己嫁出去。到那时，我便不需要再跟他纠缠，也不用再这般委屈自己了。这可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啊，哎呦，我的好侄媳妇儿，你可算来了！妍儿，我早就觉得萧家配不上你了，去吧，活得自由一点。
边关军胜了。等收缴了降兵，不日便要返回边关，你很快就能见到你未婚夫了。你未婚夫是咱大晕的英雄，这个就当我给你们的份子钱了。去边城见他吧。大人，我未婚夫叫魏林。等他到了，烦请告诉他，我在城东第2家租了房子等他。原来你是魏林的未婚妻呀，钱就不必了，日后姑娘替我多美言几句就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魏林一个不起眼的小兵，跟他美言有什么用？怕是这城守认错了人吧？你错我不肯对，你不懂我后悔，心的怎甘心让它疲惫？我无畏，逼着我也不敢累。言儿，你真让我好找。江洛言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为何又要私自离家，跑到这千里之外的边城？我精心准备了半个月，亲自跑去青山村接你，可家里却人去楼空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萧大人何必为我费神？咱俩婚书已毁，我已非萧家人，去到哪里，是生是死，早都跟萧大人无关了。洛言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快，但也不该这般任性。你明明已经答应了我，要进京一起过日子，怎能突然食言呢？成亲之时，萧大人不也答应过我，一生不负，永不二娶吗？这一来一去，全当扯平了。萧大人，咱们就此两清吧。两清？我们10几年的夫妻情分，岂是说两清就两清的？言儿，我知道你委屈，我跟你道歉行吗？等回去，我定让你做平妻，绝不会让你低莺莺一头，好不好？言儿，我不是不想给你平妻之位，实在是莺莺对我有救命之恩啊！救命之恩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用救命之恩来骗我吗？萧晨，你的道歉还真是一点不用心呢。言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周云听早就告诉我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山匪，更没有什么救命之恩，是你对他一见钟情，强取豪夺，坏了他原本的姻缘。说什么报恩，不过是你为自己的负心博士找的借口罢了。言儿，你听我解释，莺莺她这人嫉妒心强，她这么说是故意挑拨离间的。你也知道，没有哪个女子会愿意跟别人共侍一夫。这个道理你也明白，所以才10年不归家，让我独守空房，甚至让你的母亲装病10年，将我困在乡下，对吗？萧晨，既然你那么心疼他，就不要再苦苦纠缠我，省得伤了我，又伤了他。过去的江洛言已经死了，死在了知道真相的那一天。现在的我，与你萧晨，与你们萧家，再无半点关系。念着过去的情分，我也不会多说半句对你不利的话。我只求你赶紧离开，我未婚夫马上就要随军凯旋，我不想让他误会。未婚夫？什么未婚夫？姓甚名谁？一个无名小兵罢了，说了萧大人也不认识。快些离开吧。言儿，你疯了吗？放着我一个尚书不嫁，要嫁个卑贱的无名军户？莫说他朝不保夕，就那点军俸，
你怕是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莫非还想过从前那种苦日子？苦日子算什么？我若是怕过苦日子，当初便不会嫁给你。萧大人，请莫要再诋毁我未婚夫了。他虽不如你荣华加身，待我却一片赤忠，不似你这般喜新厌旧。妍儿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并非喜新厌旧。这些年我虽娶了英英，但心里一直是有你的。罢了，等你跟我回去，我再慢慢用行动证明吧。边关军主帅秦肃将军与我有些旧交，我这就去找他，请他出面劝说你那个未婚夫。只要他识趣，我可以给他重新介绍个姑娘，聘礼我也可以一并处理。萧晨，你疯了！萧晨，你若执意寻他，便休怪我自绝于此。我的命是不值钱，但你堂堂户部尚书，若是落个逼死良民的口舌，想来也不好过吧？妍儿，你先放下剑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不想让我死，那就立刻立下字据。若是我和我未婚夫将来有个什么好歹，都视为你的责任。行，我写。但你看我来的匆忙，什么也没带，你总得给我找纸笔来啊。看好他，我这就去见秦将军。萧尚书怎么在这里？刚听你说要找我，是有什么大事？秦将军，可真是巧了，晚辈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想请秦将军帮忙找一个人。哈哈哈哈！小事，萧尚书可否等我先把手头的大事忙完再说？不打紧，将军先去忙。我也正好在这儿办事，我来提亲的。秦将军跟夫人感情一向要好，儿女也都大了，这不合适吧？哈哈哈哈哈！萧尚书误会了，不是我提亲，我是替我那个受伤动不了的义子求亲。你可是江洛言？那就对了，我义子就是魏林，你的未婚夫。大将军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未婚夫是叫魏林，但他不可能是大将军你的义子啊，会不会是重名了？我这个义子祖籍青山村，左眼眼角有颗痣，跟你未婚夫能对上吗？算了，这样吧，我让人把他抬过来，你亲自认认。大将军，不用了，您说的特征确实跟我未婚夫一模一样，不必确认了。您不是说他受伤了吗？别折腾他了，我自己过去看他。秦将军，有件事咱们得对一对。妍儿是我养妹，我从未听过他跟家里说起和魏林的事，这恐怕是他俩私定终生，做不得数的。别胡说八道，魏林如今是大将军的义子，若是让大将军知晓你是二嫁妇，你不仅嫁不过去，还会连累魏林名声扫地。我还真让他给唬住了。是啊，魏林好不容易找到了靠山，若是因为我失事，罪过可就大了。可是萧尚书，你们同不同意已经没用了啊！你应该也听说了，
魏灵那小子这回不要命的冲锋陷阵，重创了左贤王部，取回了左贤王的首级，立了头功。陛下的封赏他都没要，就用军功求了跟江姑娘的赐婚。你们家要是反对，便是抗旨不遵呐。我愣了许久，从没想过他竟会为了我这般拼命，用赫赫军功为我换一纸婚书。那一刻，患得患失彻底烟消云散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萧尚书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？高兴，我高兴。秦素带来赐婚圣旨，萧寒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，以养兄身份接我进京备嫁。魏灵稍微转好后，亲自上门提了一回亲，请义父代为提亲，实属无奈。我就怕我昏迷太久，你会被人抢走。我早都说了，妍儿是好姑娘，你不要自有人抢着要。你非不听，这下好了，我的好儿媳马上要成别家的了。娘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英英不也是你儿媳吗？她算什么儿媳呀？我病了，她有看过一眼，问过一句吗？还有你夜夜办公到深夜，她可有陪过你一次，给你煮过一次夜宵？晨儿，你自己想想，以前在乡下，你通宵读书，是谁衣不解带的守着你？是谁生怕你饿着一点？莫说妍儿，为娘都觉得你这是忘恩负义呀！娘说的我何尝不知道，可现在还能怎么办？妍儿和魏灵是陛下赐婚，我就算有心抢，也抢不动了。娘，将就过吧。英英再怎么样，也给萧家留了后，咱俩都忍忍吧。萧晨，什么叫将就？你们母子俩现在知道江洛烟的好，便把我视为将就之物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晚了。等江洛言嫁出去，这家里还是我说了算。哼，别跟我说什么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抛弃糟糠之妻的把柄在我手里，想一辈子相安无事，就乖乖给我当牛做马。还有你个老登，当初是你出主意，自告奋勇要帮忙拖住江洛言，如今把人弄丢了，又来后悔什么劲儿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你不想你儿子出事，就给我憋着，别动不动拿孝子给我立规矩。我心里再没半点同情，这大概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。我风风光光嫁入了皇帝赏给魏灵的宅院。成亲第2年，我随魏灵去了边关驻守，偶尔听得传闻萧府不安宁，萧晨屡遭弹劾，仕途到头，婆母缠绵病榻。听到这些，我心底已无波澜。妍儿，大夫说你怀的是龙凤胎，最是辛苦，别再为我操心了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我不操心，谁还会为你操心？